哈拉沙漠正在餵養亞馬遜雨林。撒哈拉沙漠最反常識的地方，不是它未來會變成綠洲，也不是它過去遍布河流，而是今天這個世界上最龐大、最乾旱的熱沙漠之一，正在跨越整個大西洋，餵養世界上最大的熱帶雨林。每一年，數以億噸計的非洲塵埃被風捲上數公里高空，其中一部分飄過數千公里的大西洋，最終落在南美洲。而這些看起來毫無生命的沙塵裡，恰好攜帶着亞馬遜最缺少的東西之一——磷。也就是說，一個幾乎毫無生機的地方，正在不斷向被稱為地球之肺的地方輸送肥料。亞馬遜雨林看起來如此肥沃，為什麼還需要沙漠施肥？這就是整個故事裡第一個違背直覺的地方。如果讓我們憑感覺判斷，世界上最肥沃的土壤應該在哪裡？大多數人可能会回答亞馬遜雨林。這裡終年溫暖濕潤，擁有世界上規模最大的熱帶雨林系統，樹木幾十米高，藤蔓、蕨類、昆蟲和微生物幾乎填滿每一層空間。看起來這裡根本不缺營養，可事實上，亞馬遜很多地區的土壤遠沒有它看起來那麼肥沃。原因恰恰是這裡實在太熱、太濕，而且已經濕了太久。亞馬遜很多土壤經歷了數百萬年的強烈風化，岩石中的許多容易被釋放出來的營養物質早已經被消耗。全年大量降雨又像永不停歇的沖洗機，不斷将土壤中可溶性的養分帶進地下水、溪流和亞馬遜河。尤其是磷。磷是植物制造 DNA、RNA、細胞膜以及參與能量傳遞不可缺少的元素。在許多古老而高度風化的熱帶土壤中，磷都可能成為限制植物生長的重要因素。所以，亞馬遜真正富有的部分，很多時候並不是泥土，而是森林本身。這就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反差。亞馬遜看起來像一座永遠不會貧瘠的綠色銀行，實際上它更像一個現金流極其龐大，但賬戶餘額未必很多的公司。只要這個循環中的某些關鍵元素持續流失，又沒有新的來源補充，問題最終就會出現。而亞馬遜每年都會因為暴雨、徑流和洪水損失磷。於是，在地球另一邊，一個看起來和森林毫無關係的地方開始發揮作用——撒哈拉。如果從太空看撒哈拉，你偶爾会看到一種非常壮觀的景象：一整片黃褐色塵埃從非洲大陸升起，像一層巨大的薄霧一樣覆蓋大西洋。這可不是偶發事件。撒哈拉白天受到強烈太陽輻射，地表迅速升溫，近地面空氣劇烈擾動，同時非洲大陸上的天氣系統和強風不斷把細小塵埃捲入高空。它通常懸浮在海面上方約1英里開始，厚度可達數公里。由於這團空氣比下方大西洋上涼爽濕潤的空氣更加炎熱乾燥，就會形成特殊的大氣結構。這使大量塵埃不會馬上沉降，而可以一路向西移動。於是，一場跨洲運輸開始了。根據 NASA 在2007年至2013年追蹤的數據，平均每年大約有 1.82 億噸撒哈拉塵埃越過西非海岸向大西洋移動，相當於裝滿將近69萬輛大型半掛卡車。接下來，他們開始橫渡海洋，一部分因為重力落進大西洋，一部分被雨水從天空中清除。但抵達南美洲東岸附近時，空氣中平均仍剩下大約 1.32 億噸。最終，其中約2770萬噸會沉降到亞馬遜盆地。也就是說，我們站在巴西亞馬遜雨林裡，隨手抓起一把土，其中某些微小礦物顆粒可能並不是來自南美洲。研究人員分析撒哈拉塵埃中的化學成分後发現，其中剛好含有亞馬遜極為需要的磷。根據 NASA 團隊的估算，每年進入亞馬遜盆地的撒哈拉塵埃大約能夠帶來 2.2 萬噸磷。更加巧合的是， NASA 研究團隊估計，這個數量與亞馬遜每年因為降雨和洪水而損失的磷大致處在相同量級。所以你可以把亞馬遜想象成一個緩慢漏水的浴缸，暴雨和河流不斷從底部帶走營養，而幾千公里外的撒哈拉則從天空一點一點把其中的一部分重新補回來。這並不是說沒有撒哈拉，亞馬遜立刻就會枯死。亞馬遜內部擁有極其高效的營養循環，而且非洲塵埃
也不是所有區域、所有植物唯一的磷來源。塵埃輸送量每年變化很大，不同研究對塵埃的精確來源和生態貢獻也還在不斷修正。但它揭示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一座大陸上的生態系統完全可能依賴另一座大陸輸送来的物質。於是，地球上出現了一幅非常奇怪的畫面：最乾旱的地方正在向最濕潤的地方輸送養分。撒哈拉和亞馬遜之間隔着一整個大西洋，但对于地球來說，它們從來沒有真正分開過。因為這顆星球最令人驚訝的地方，也許並不是存在多少沙漠、海洋和森林，而是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世界，始終在用我們看不見的方式彼此連接。一片雨林的生命，可能正從幾千公里外的一粒沙塵開始。